就在摘星老鬼准备击杀紫妍时，一道怒喝突然传来：“你才去死！”与此同时，一铁塔般的壮汉突然从摘星面前的空间掠出，挥舞着巨拳朝着他的脑袋砸去。这要是被锤中了，绝对当场开瓢。吓得摘星老鬼连忙松开紫妍，一掌轰出：“大块头，你不是出去游历大陆了吗？”紫妍握着喉咙咳嗽了一声，然后望着身旁的大汉惊讶的道：“熊战干笑了2声后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先前那裂开的空间裂缝，嘀咕道：“不是老子想来啊，是被丢过来的。”不远处，摘星老鬼正面色阴沉地望着熊战时，萧炎那完整版的毁灭火莲终于是快融合好了。察觉到萧炎那边还差临门一脚的火莲气息后，摘星老鬼果断决定冲上去打断萧炎。紫妍察觉到摘星老鬼的意图后，立马让熊战拦住他。熊战这个坑货几个提速追上摘星老鬼后，抡起铁拳就砸向了后者的背心。这下好了，摘星老鬼侧了侧身，让攻击落在肩膀上后，借着冲击力便出现在了萧炎的头顶上空。熊战一看自己干的好事儿，一咬牙就闷头暴冲，想要在最后时刻将那摘星老鬼打飞出去。然而摘星老鬼的九幽魂手已经快抓进萧炎的胸膛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萧炎也不管了，直接将未彻底稳定的毁灭火莲丢了出去。然而毁灭之力扩散的前一刻，鬼爪还是印在了萧炎的胸膛之上。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响起后，萧炎就是一口血雾喷吐了出来。倒飞出去的一瞬间，萧炎却笑了，因为他看到了摘星老鬼那张布满恐惧之色的脸。火焰风暴肆虐的时候，紫妍飞快地将萧炎从巨石中抠出来，抱着迅速升空。望着那满身鲜血连胸膛都是凹陷了下去的萧炎，紫妍的脸颊阴沉的可怕。风尊者、小医仙等人见到萧炎时脸色皆是一变，然而已经没有时间给他们难受了，因为那道火焰风暴之中2道比摘星老鬼还要强盛的气息出现了，是魂殿的人。这么多年了，敢回我魂殿的人，萧炎你是第一个。伴随着2道身影的出现，一道陌生的声音缓缓地在这片天际响彻。等小医仙等人看清时，就见没了一只手臂的摘星老鬼正同一白一黑的2名老者在一起。众人看了看萧炎，又看了看如鲜血喷泉一样的摘星老鬼，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。摘星老鬼恨极了萧炎，他堂堂5星巅峰斗尊的实力竟然会栽在一个9星斗宗的小子手里。摘星让那2名同伴将萧炎碎尸万段。黑白天尊有些不想理摘星老鬼这个猪队友，因为想贪功不捏碎早就准备好的空间御剑召唤他2人，导致药尘被救，分殿被毁，自己也搞成这个鬼样子，完全就是咎由自取。现在唯一能够将功补过的便是将萧炎抓住了。白天尊将摘星老鬼送离战场后，就同黑天尊一同动手准备拿下萧炎。紫妍带着萧炎离开吧，小医仙轻声道，这种局面想要全身而退明显已经是不可能的事，必须留下人来断后，而留下之人十死无生。小医仙话音刚落，手臂却是突然被抓住，转头就见是一身鲜血的萧炎。小医仙心头不由得一酸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狼狈的萧炎。也别交代什么遗言了，也并非是不能脱身。紫妍银牙一咬，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，沉声道，交代众人到时候跟紧自己后，紫妍一咬舌尖，取出暗金色血液，就开始召唤空间门。黑白天尊一看他们想要逃跑，袖袍一挥，就是2股黑雾匹链划破空间，对着萧炎一行人暴掠而来。风尊者等人脸色都是一变，刚欲出手，紫妍却是沉声道，没有时间出手，谁出手谁就走不了了。小医仙望着那急速而来的黑雾匹链，银牙一咬，就欲闪身而出，结果却被铁剑尊者一掌击退。你们走的声音落下后，众人只看到了铁剑尊者的背影。铁剑尊者仅仅是2星斗尊的实力，根本就不是黑白天尊的对手。应接了2道黑雾匹链后，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铁剑尊者抹去嘴角血迹，仰天大笑后道，我大仇得报，所求便是一死。如今能在死前报了恩不说，还能死在魂殿天尊手中，倒也算是够了份儿。话音一落，铁剑尊者就欲自爆。就在此时，空间门开了，然而就在银色光芒将萧炎等人尽数包裹的时候，空间门开始抖动了起来，而且越抖越厉害。明白什么情况的紫妍有些绝望了，以他现在的实力强行开辟空间之门穿梭虚无已经是很勉强了，更不要说现在还带着一群人。然而突然之间，那颤抖的空间大门竟然诡异地凝实了起来，空间波动也变得极为稳定。想到突然到场的熊战，紫妍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，随后就是手印猛地一变，萧炎一行人瞬间便是被扯进了空间大门之内。随着空间之门散于无形，虚无空间中方才响起一道无奈叹息，之后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悄然出现在那欲自爆的铁剑尊者身后，一口便是将他吞了进去。正准备应对自爆的黑白天尊懵了，
好半晌后，猛地看向萧炎等人的前所在地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此时的紫妍等人已经到了一处荒凉平原，风尊者刚稳住身形，就窜过来握住了萧炎脉门。众人看着他越来越黑的脸色，心情格外的沉重。寂静无语间，药老那虚幻的身影突然从界中窜出，一把抓住萧炎脉门。感知到萧炎糟糕身体情况的药老恨不得冲回去杀了摘星老鬼。萧炎体内经脉尽断，骨骼更是断了将近70%。得知这一情况的小医仙摇摇欲坠，还是一旁的紫妍连忙扶住了他。药老脸色阴沉地坐在萧炎身边，磅礴的杀意暴涌而出，他与魂殿不死不休。先冷静点，萧炎好不容易将你救出来，你若是现在去找魂殿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风尊者拍了拍药尘的肩膀，轻声道。药老知道风尊者说的不错，仇要报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深吸了一口气后，药老凝神开始仔细地检查萧炎体内的具体情况，好半晌后才猛地睁开眼睛。萧炎还有救，一火护住了他的心脉，而且3000焰炎火正在缓缓修复他的身体。不过萧炎现在已经昏迷，3000焰炎火的修复是自发而动，只有找一处星力极盛的地方才能够加速修复。说到星辰之力，就没有比星陨阁更合适的地方了。星陨阁建立的地方本就是一块天外陨石，历经无数岁月，其中的星辰之力依旧凝而不散，用来给萧炎疗伤是最为合适不过了。不过就在众人庆幸萧炎有救了的时候，风尊者却是道出了他的担心，萧炎受此重伤，此后实力可能会停滞不前。一旁的小医仙一听这话，刚刚有所松懈的心顿时再度绷紧。好在药老及时说明，萧炎体内有阴阳玄龙丹的药力，再加上3000焰炎火相助，是不会有这种后遗症的，而且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。彻底松了一口气的众人决定即刻启程回星陨阁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